经常摆脱直升机的朋友都知道，在洛圣都想要甩掉直升机有多简单。这辆银色的轿车在直升机的眼皮子底下进入了高架桥，这底下并没有其他的出口，所以直升机顺着它的方向往前方找去。没想到老哥再次出现时，变成了一辆白色的轿车，这一下给直升机整不会了。桥底下是藏着一家喷漆店吗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蹲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洛圣都的2架直升机盯上了这位鲁莽驾驶和涉嫌超速的老哥，可以看到老哥表现的是极为谨慎，甚至连车灯都没开，如此低调，却依旧被直升机给发现。而由于事发已经是后半夜，所以并没有立刻出动地面部队，暂时有2架直升机在天上跟着老哥，看他能玩什么花样。看着老哥小心翼翼的样子，怎么看都不像鲁莽驾驶被盯上，反而更像是偷偷摸摸的零元购。来到了主干道，不开灯反而更加明显，所以老哥直接开灯，索性洒脱一点。而这时警用直升机从下方一闪而过，也算是露了个脸。该说不说，这老哥是真的会选，这辆车在夜晚都如此显眼，也不知道这老哥该如何脱险。老哥所驾驶的这辆车是雷克萨斯的 RC， 这是一款对标宝马4系的双门轿跑。在动力方面，这款车有 2.0T、3.5V6 和 5.0V8 3个版本，而哪怕是最低配的也拥有245的最大马力。这辆车如果搭配足够的战力，在洛圣都也能打出相当不错的战绩。要是老哥再精于一些算计，纵使天上有2架直升机，他们也只能唉声叹气。现在我们坐等看戏，先看老哥的战力表。这老哥居然只有4颗星，而更离谱的居然是这架警用直升机，没有想到居然是个低端局。看来老哥想要消星并不容易。现在在老哥的一阵爆闪下，擎天柱让出了一条路，而老哥则是顺势开始加速。只不过老哥这个速度叫人有些绷不住，就连路过的 NPC 都能轻松和他分出胜负。按照报道所说，老哥涉嫌的是鲁莽驾驶和超速，但此时路上的 NPC 却是嫌老哥太慢，直接当着直升机的面超过老哥，一时间分不清谁是主角谁才是 NPC， 给直升机都整不会了。要是老哥这都算鲁莽驾驶的话，此时直升机就应该把镜头对准前方的野马，那小子跑得可比老哥快多了。现在前方即将进入立交桥，老哥的车辆开始时不时的消失一段时间。直升机趁现在连忙加强对老哥外观的印象，避免一会儿认不出来老哥。毕竟他此时的车速和 NPC 基本上没有区别，甚至比有些 NPC 还要慢上几分。看着老哥这人畜无害的样子，2架直升机根本不知道老哥能拿什么消星。随着老哥消失不见，直升机顺着老哥前进的方向看去，赫然发现一辆双门轿跑明显的加快了车速。这辆车和老哥一样，都是白色的双门轿跑，但看上去又和老哥不太一样，直升机说不上来。于是他决定多观察一会儿，镜头放大，给个特写看一下。好家伙，这不正是刚才超过老哥的那辆野马？按道理来说，老哥应该还在他身后才对，但是这辆车却比老哥的速度要快得多，让直升机有些分不清谁才是真正的鲁莽驾驶，一时间不知道该跟谁。最后思来想去，考虑到老哥这辆车可能还存在零元购的嫌疑，直升机还是把目标切回到了老哥身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还好是找到了老哥，不然腿都得下麻，腿脚血液不流通，加油门都会踩空。快用妙界腿部按摩仪放松一下，两边各有12个按摩头，就像是人对指腹一样，找准穴位，稳准狠，按腿、按脚、按小手，10几分钟就把全身淤堵都疏通。仅只要268就把按摩店专业服务搬回家。我平时久坐剪视频后，就喜欢开大档按腿，运动健身后开小档推开乳酸堆积，反正有3个力度和模式，怎么按都得劲儿。按摩面加大加宽，腿再粗壮也不怕。脚前脚后还有大片热敷面，睡前边放松边刷视频，没一会儿就能去梦里会周公。山字造型稳如泰山，靠着按不会东跑西颠，还是遥控操作的。送爸妈按摩时不用弯腰起身，超方便，布套可拆卸，用脏了就交给洗衣机清洗。兄弟们，咱们的足底腿脚附近穴位多多，经常疏通没坏处。反正妙界承诺1年质量问题免费换新，保价送运险，自用送礼都安排上，给家人用也很靠谱。而他才刚刚把镜头切回来，就看见老哥在调整线路，一口气向右连变了5个车道，看来是准备下高速。这要是再多盯一会儿野马，必将老哥跟丢。看见老哥这副悠哉悠哉的模样，2架直升机都已经放松了警惕，因为连探照灯都没打，所以老哥极有可能并不知道直升机的存在。现在他们只需要等着老哥把车开回家，就能安排地面部队直接上门。但能在我的节目里面出现，事情又怎么会这么简单？
下了高速的老哥虽然越走越偏，但是目标却很明确，看样子早就已经有了打算。给2架直升机装了这么久，现在他直接摊牌不装了。此刻的直升机还没有意识到问题，在这座高架桥的出口等着老哥。按照老哥的车速，应该早就出来了才对。就这么点距离，哪怕是下车推也应该能走完。随着时间1分1秒的过去，直升机终于意识到自己被耍了，于是他立刻通知地面部队前往现场抓人。等候阿瑟的过程中，他一边查看附近的可疑车辆。他不知道的是，老哥其实早有预谋。我们回看一下老哥刚才进桥的瞬间，先不说老哥是直直的奔着桥底过来的，但是还没进桥他就已经关掉了车灯这个操作，就知道这老哥早就已经有了打算，根本不是表面看到的4星这么简单。而此时直升机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画面下方的出口，他还在担心里面会不会有别的通道，完全没有意识到2位老哥已经下车开始步行。这里我就不标明了，考验一下大家的眼力，看看谁是本期的课代表。就这样，直到2位老哥步行走出了直升机的画面，直升机等候多时的地面部队依旧没有赶到现场。而另一架直升机更为离谱，他在上一次老哥消失时就已经跟着野马走了，这一下就只能等地面部队前来核实。而此时貂蝉正在骑马赶来的路上。就这样，直升机在这里盘旋了近5分钟，但却是依旧没有任何收获。没有也很正常，毕竟老哥都已经回家洗睡了。而此时貂蝉正在骑马赶来的路上，于是直升机再一次在原地等候了5分钟，一直到视频的最后一帧结束。此时貂蝉依旧在骑马赶来的路上。就这样，这位老哥以扮猪吃老虎的形式让所有人都放松了警惕，然后出其不意的完成了消星。相比较前几天费尽了9牛2虎之力也没能消星的摩托老哥和萌丢丢，今天的老哥简直不要太轻松，感觉我也行了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此时貂蝉还在骑马来的路上。